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2季前情提要。罗伊成为大力水手之后，贼拉膨胀，一度不把绿箭侠放在眼里，最终逃不过真相定律，成为绿箭侠门下弟子。而罗罗发现布拉德就是骷髅男，结果被反摆一道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连续几天罗伊都在排水，这种训练的目的是让罗伊学会控制。然而他不仅四肢发达，头脑还简单，失控最终会害人害己。铁山监狱里，早前被绿箭侠抓进监狱的青铜虎迎来了一位新狱友，狱友二话不说取出了体内的利爪，失血过多身亡。越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菲利西蒂的电脑上，青铜虎这边受人高价雇佣，救他出来是想让他出手偷一样东西——地震制造仪原型机。菲利西蒂调查期间，奥利弗继续训练罗伊。罗伊早就没耐心听他指点江山了，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手，从实践中吸取教训。师徒训练的期间，青铜虎已经出手，一位建筑师在家中遇害，所有设计图纸被洗劫一空。重要的是，这名建筑师曾亲手打造了马尔科姆的豪宅。对于罗伊来说，这是个绝佳的实战机会。一红一绿俩兜帽悄然溜进了梅林豪宅。看见汤米的照片时，奥利弗沉默了。两人从小就在豪宅里打闹，奥利弗自然清楚屋子的构造。青铜虎在地牢里找到了地震原型机，这东西曾经害死了500多条性命。奥利弗不可能让历史重演。在他与青铜虎交手期间，罗伊擅自行动，直奔原型机，情绪一度失控，要把马仔们活活打死。为了阻止罗伊，只能放跑了青铜虎。这孩子气得奥利弗血压飙升呢。现在还不是动怒的时候，地震制造仪的危害更大，而且青铜虎这人只为钱做事，查出幕后之人才能问出真相。罗伊感觉自己惹了大麻烦，他想让西亚带着家人离开这个城市，然而谁会无缘无故听这种话？你让我走我就走啊，你当我是狗啊？罗伊想不通绿箭侠是怎么做到对身边人隐瞒真相的，自己这个徒儿都不配知道真相吗？每天就这样拍水打木桩，他要暗中保护西亚，甚至对师傅动了手。罗伊越是愤怒越容易失控，这一点奥利弗自然清楚，所以没有阻止他。自从罗罗丢了工作后，又被注销了律师资格证，现在他就是个无业游民，天天就在奥利弗的酒吧里一人饮酒醉，整得奥利弗兄妹相当难做。身为绿箭侠要承受的琐事太多了，只能去找人发泄一波。菲利西蒂查出了幕后之人米洛，这家伙就是个黑市商人，以赚钱为目的，肯定要当倒爷，把地震制造机贩卖出去，1000万美金招聘青铜虎，3000万倒卖出去，这买卖血赚呢。绿箭侠赶到码头，阻止米洛运走地震仪。罗伊偷摸跟了过来，冲着青铜虎就是一胖子。在真正的蛮力面前，不存在什么花里胡哨。眼看行动失败，米洛直接启动了地震仪的倒计时。这集装箱怕是真金打造，凭奥利弗的爆炸剑根本攻不破。他把目光投向了罗伊，罗伊这会儿已经快把青铜虎送上西天了。奥利弗摘下兜帽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罗伊的完全信任。如果地震仪彻底启动，西亚他们谁都难逃一死。这一刻，罗伊才大彻大悟，理解了奥利弗所说的控制，一拳下去掏了个洞。在最后几秒，他们成功摧毁了仪器。他万万没想到，绿箭侠居然是自己的大舅子。罗伊正式加入绿箭侠小队。青铜虎特纳重新入狱，然而这一次又有一位大佬找上了他，天眼会局长阿曼达。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组建一支自杀小队。与此同时，沃特带着挚友约见了莫伊拉，他们想要帮一个人登上市长之位，这个人就是莫伊拉。如今这个城市有接近1半的人口在仇视着奎因家族，这时若是莫伊拉站出来领导星城共建河西家园，对奎因集团来说是一件莫大的好事儿。况且星城没有再比奎因集团家族更德高望重的世家了。但是想要顺利登上市长之位，就必须做好防范马尔科姆的工作。西亚是他的女儿，这个人不会善罢甘休。而罗罗宿醉回家却突然晕倒，模模糊糊中他仿佛看到了萨若的轮廓。伴随着萨若的出现，联盟也派出了更重量级的人物前往星城。刺客联盟2小姐尼萨 AKA 恶魔之女，光是过安检的手段就非同一般，实力也比萨若高出几个层次。罗罗住院之后一直声称自己看到了萨若，家里人都想给他转到精神病去治疗了。萨若突然回归仅仅是为了看一眼罗罗，然后确保一家人都平安无事。不一会儿，昆汀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父女俩背着家人见了面。自从罗罗看到萨若的幻象之后，开心的不行。若是萨若去见见他，比什么药剂都好使，这样躲躲藏藏的活着太累了。父亲的建议是全家人一起去面对。奥利弗一直在暗中保护萨若，神秘女人从天而降，奥利弗刚想射箭，再一看当场懵逼，两个女子居然波在一起了。有那么一刻，头上的兜帽更加显眼了。然而尼萨自然察觉到了奥利弗的存在，谁又能想到日后萨若的2个前任成了婚。不过这都是后话了，比起其他刺客来，尼萨好说话的多。
只要是 Sara 开口，他都会尽量答应。可一日驻联盟，终生联盟人啊 ，Sara 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尼萨同意，雷小谷也不会同意。当年尼萨亲手救下了无助的 Sara， 照顾了他这么多年，日久生情。可惜女大不中留 ，Sara 选择了家人，抛弃了联盟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分手。Sara 已经准备再度远走高飞。迪哥带来了一份文件，瞬间让他改了主意。罗若可不单单是因为酒精和药剂昏迷，他体内有毒蛇的毒素，提炼于西藏蝮蛇，是刺客联盟惯用的毒素。用屁股想都知道是联盟干的。说白了，这一切都是陷阱。联盟为了逼 Sara 现身，不惜为其家人下毒，但他们并未停手，联盟就绑架了 Sara 的妈妈。鸳鸯义警只能再度出马。显然，尼萨为了爱情不择手段，纵使奥利弗侠盗猎车手附体也未能追上，这梁子可算是结下了。昆汀在第一时间与他们二人会合，尼萨下达最后通牒，24小时内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否则 NMSL。三人选择主动出击，本想从刺客嘴里套有点线索，结果人家直接服毒自尽，人狠话不多呀。距离时间越来越近 ，Sara 联络了尼萨，他选择妥协。这件事儿他不想让昆汀告诉猎剑侠，并约老爹30分钟后传物件。Sara 经常玩失踪，奥利弗早就在他身边放了追踪器，虽然不道德，但是安全第一。船坞内 ，Sara 的突然复活也让老妈震惊了许久。尼萨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给足了 Sara 团聚的时间。等父母安全离开后 ，Sara 身体一软倒在了地上。来之前他就服用了蛇毒，他是不会再为联盟卖命了，唯有一死才能报恩。昆汀就怕女儿做出什么傻事，在折返回来后 ，Sara 已经没了动静。爱人已亡，尼萨准备送他家人下去陪葬。危机时刻，绿箭侠赶到，都是玩功的大神，不 solo 一下都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啊！在这个 ADC 全是超兵的年代，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。直到箭矢射空才转战肉搏。奥利弗身体倍儿棒，没多久就擒拿了尼萨。Sara 顶着最后一口气阻止了两人，奥利弗赶紧掏出一粒摇飞草药，下肚没几秒 ，Sara 就重新苏醒。尼萨强忍着眼泪，以雷小谷之名放逐了 Sara。从此，他不再是联盟成员。夜里，菲利西蒂突然拜访了莫伊拉。奎因集团一笔资金流动让菲利西蒂起了疑心了。他本想去问沃特，但沃特选择沉默。于是，菲利西蒂顺藤摸瓜往深处查。莫伊拉转给一名医生一笔巨款，此人曾接生过西亚，看似没什么不合理。恰巧，菲利西蒂想到了莫伊拉在法院上的证词，他与马尔科姆私通过，时间刚好是西亚出生1年前。这足以证明马尔科姆才是西亚的亲生父亲。而莫伊拉突然竞选市长，无疑对布拉德是一个阻碍。看在奥利弗的面子上，布拉德警告莫伊拉主动退出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第二天就是莫伊拉的拉票环节。演讲前，菲利西蒂把西亚的身世告诉了奥利弗，奥利弗有权知道真相。奥利弗在演讲台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最终还是选择为老妈拉票，毕竟这关乎到星城的未来。演讲很是成功，私下里奥利弗却已经和老妈划清了界限，这个家不能再有更多的谎言了。从今日起，他们再无瓜葛，谁也不能告诉西亚真相。为了妹妹，奥利弗会继续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因为西亚是他最后的逆鳞。白天的演讲可谓是说得相当精彩，即便是斯莱德都察觉到了威胁感。莫伊拉成为布拉德的竞选对手，无疑是完虐，他只能选择亲自出手。Sara 一家人彻底团聚，可 Laura 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。要说这人确实奇怪啊，人不在的时候日思夜想，人已归来却是各种埋怨。现在 Laura 感觉是 Sara 毁了她的一生，不仅抢走了自己的男朋友，还打算抢走自己的生活。Sara 被骂得离开了家，直奔地堡。她和奥利弗都被家里的事折磨着，既然同病相怜，那就日后再说。白天的地堡跟奥利弗迪哥训练，闲暇之余讨论一下伤疤的由来。三人都是刀尖上舔过血的，疤痕个个触目惊心。团队多了个妹子，菲利西蒂也突然跟他们没了话题了。晚上，两家人为了 Sara 举办了复活派对，罗罗自然是没有到场。昆汀接了一通电话，匆忙离开。下一秒，奥利弗也接到了电话。白天，一个犯罪小组抢走了一把万能钥匙，军方投资研发的解码器，奎因集团负责研发，能够破译各种密码。奥利弗早就停止了这个项目，因为过于危险，稍加利用就能随意出入任何银行金库。隔天，这个小组就开启了银行差事，幕后领队智商极高，对数据的计算非常精确。鸳鸯一警赶到后，直接扑了个空，对方直接黑进了绿箭侠小队的无线电，还篡改了红绿灯。用不了多久，公交车就会与火车相撞。可惜他算错了，绿箭侠是2个人。奥利弗赶在最后一刻截停了公交车，下一秒火车贴着他的头皮呼啸而过。Sara 这边也被火力压制，放弃了追击。媒体为男人起名敲钟国王。Sara 把现场提取的血液进行了分析，这都是他当初在炼狱上被迫学会的技术。
男人的血小板数量极低，很有可能患有麦克格瑞格综合症，这是 DC 漫画中虚构的病症。患者的肺部充满液体，呼吸困难，最终会器官衰竭而亡。得此病的人少得可怜，精通计算器的就更少了。嫌疑人最终锁定为塔克曼。塔克曼有个姐姐需要移植器官，这需要一笔巨大资金。奥利弗跟 Sarah 顺着网线前去看他，正中塔克曼下怀。塔克曼利用万能钥匙黑进了地堡的系统，所有电子设备瞬间爆炸。没了电脑的黑客等于没了手脚，奥利弗只能营造一个机会引出塔克曼。从奎因集团拿出一大笔资金存进银行金库，既然塔克曼要钱，那就给他钱。塔克曼果然上钩了。菲利西蒂此时正在银行内部，借用电脑随时监控，这种行为简直作死。自从萨拉来到后，菲利西蒂就感觉自己没了存在感。不过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他不惜以身犯险，这就是键盘侠与键盘侠之间的战斗了。只可惜塔克曼有了万能钥匙之后过于膨胀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 IP 地址。在奥利弗和迪哥打仗的时候，拉着萨拉直奔塔克曼的所在地。菲利西蒂操作证明了键盘侠的确可以让别人生命受到威胁。兜里的手机突然爆炸，塔克曼被活活炸至昏厥。菲利西蒂今晚证明了自己才是一切，从今往后奥利弗都不敢再小瞧他了。而罗罗也放下了心结，他不能因为生活不如意去怪罪妹妹，不管怎么嫉妒，那都是自己的亲人。姐妹俩原地和好，被刀砍都不吱声的 Sarah 脸上早已被眼泪洗刷。辛看到后直接抱住了他。 Sarah 知道这一辈子除了保护家人还要保护心，这是6年前他对别人许下的承诺。曾在岛上失事的飞行员临终给了 Sarah 一张照片，那是他唯一的女儿辛。奥利弗这边识趣的离开，回到了家里。莫伊拉这会儿正在跟一个合作伙伴谈生意，来者正是斯莱德。一股无形的气势压制住了奥利弗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